鲲号本来昨天9月30号要进行第4次海测，第4次了，然后呢，可怜的记者昨天在这边待了一整天，要拍海鲲号出海的情况，一整天都没看到。当然我相信记者心里也清楚，根本不可能出啦，出什么海啊？对，但是总是你讲9月底前要进行第4次海测啊，就记者在那边守了一天呐，整天多热啊，在高雄那边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那说呢，除了台船的码头，海军有1艘军舰出海，不是潜水艇啊，是一般的军舰啊。那去问国防部长，说11月本来海鲲要交舰给你们了，现在潜都还没有潜下去看看测怎样，只光在水面上搞半天，里面都出现问题了，就各种传言说什么发动机进水了，这个不能整合了，那个一大堆。顾立雄都说挑战很大，挑战很大的意思就是说11月不可能交了，他只是客气讲挑战很大啊。那所以呢，这个到底海鲲号什么时候能够完成？那黄增辉前海军舰长说呢，黄曙光突然辞职，你认为真的是他家庭因素吗？可能有更复杂的因素吧。为什么在交船之前他要辞啊？那另外呢，这个前海军顾问也说，今年不可能交舰了，而且这种无线电对讲机在沟通，军事机密无线对讲机，其他人也可以偷听到啊。那另外呢，现在很多这种知情人士，到底谁是知情人士？知情人士说有不明力量在杯葛国造潜舰，反而黄曙光，否则的话不可能中途弃守。以他一个求好心切，把使命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军人，怎么可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中途弃守？那我只好奇，什么叫做不明力量呢？是谁来阻挡了？这个不明力量是海军内部的，还是国内的，还是对岸的，还是外国的？韩国的，这个什么荷兰的、美国的，到底这个不明力量讲清楚，这是现在搞得大家一头雾水那民众党团说，如果你10月交不了件，所以呢，他们要评估要不要删减或是冻结，因为你根本交不了，我后面给你编那么多2000多亿，2800多亿要建7艘舰那我还是给你建还不建，第一艘都搞不出来这种原型就是最重要的那国民党委员这个徐巧芯说，解冻还没送来啊，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杯葛过这个潜舰的预算海鲲号的预算100%都给，没有克扣任何一分钱一笔钱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现在花了多少呢？现在花了多少？20亿我们是冻结的一半，你还有10亿可以用那你到底花了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出动发财车沿路敲锣打鼓，布条写着“唐花开心了”，终于气走黄曙光。前海军顾问郭喜到海军司令部踢馆，呛海军司令唐华下台滚蛋，更声称国造潜舰已经寿终正寝。全部是用无线电对讲机在做，不是系统在操作。也就是说，它的 IPMS 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他说他可以解决，已经花了2年。郭喜指出，海鲲号的整合载台管理系统出问题，导致暗测卡关，海测无法启动。更点名唐华把原本规划2800亿元建造7艘潜舰，但在任内改成232方案，仅先做2艘，导致于台船的 MOU 作废，新合约报价昂贵，装备采购仅能达到60%，今年根本不可能交船。原型舰能够完成建造还是有信心，现在进度确实有些落后，那所以要在11月前完成交件，确实还蛮有挑战性的。海鲲号原定9月完成海测跳票，连国防部长顾立雄都坦言11月完成交件有难度。潜舰国造的推手黄曙光选在此刻请辞国安会咨询委员，妹妹黄珊珊再次强调是家庭因素。这如果海鲲号有这么好，那他为什么要离开？我觉得这就是问题了。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是他本来就在海军里面，所以其实这个内斗应该不是主要问题。两位剖析黄曙光的离开不影响海鲲号进度，更不是内斗导致，但为何选在海测关键期离开，实在引人遐想。来自你们民进党说要评估，怎么评估？
其实，在预算编列的期间，还有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清楚的看到，不管是哪一个党派，都是全力的支持潜舰国造。我们希望呢，国防的武器可以自主，但是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明力量？我觉得现在呢，不管是这个民进党高层或者是府方，又很喜欢透露出这种知情人释放的消息，说有不明的力量在主导。那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明力量？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其实预算只有冻结而已，而且这个冻结还是顺着国防部长顾立雄他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是原型舰没有完成的话，1毛钱都不会用。所以呢，只是冻结，他们的解冻案甚至没有送过来，所以呢，剩下可以动支的预算，他们也没有动支。那到底它的这个进度延迟到什么程度呢？海鲲号原本在海测有进行好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3到4次的海上浮航测试。那这个浮航测试呢，从6月份还有7月份就已经进行了3次，从7月3号到9月30号，整整2个月的时间。原本是9月底要进行最后一次，结果呢，大家看到了，竟然记者在那边空等，好，然后国防部呢一问三不知，也没有人敢告诉他们说今天到底要测试还是不测试。接下来要进行所谓的这个装备的调整跟调教。还有一步呢是进行深度50公尺的潜水试航，再来是深度200公尺的深水试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50公尺、200公尺，完全都没有办法进行调教的作业呢，也都暂缓了。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明力量？我想国防部绝对有义务要来说清楚。因为呢，在115年度的这个后续件的预算编列当中，一样是编列了将近120亿元。那这个120亿元，你到底要怎么样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上一节的时候提到了，像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呢，在这个全面扩建飞弹的基地，虽然说我们看到东风17或东风26，它很明显的射程是非常非常远，它可以直接呢飞越台湾，甚至呢可以直接打到关岛、日本，甚至是南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武力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而美国要急起直追的状况之下，那台湾下一步的军事布局又在哪里？好像就跟这个海鲲舰的未来一样，可以看得出来呢，好像是非常非常茫然，而且进度不明的一个状态。这个东西真的要大家一定要戒备，因为呢，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飞弹基地的部署，已经可以有效的遏制美国呢来介入印太区域的事务。那到底台湾的军事的战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国人必须要深入思考的。来，这个孟华议员。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立法院已经开议了啊。那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召委也选出来了。那如果真的是对于海鲲号的进度呢，想要了解的话，我觉得其实在立法院里面，召委可以安排就专案的报告，那媒体也可以采访。其实那个召委如果专案报告的话，线上也会有直播，这样子可以让外界来好好的说明了解说我们潜舰国造的进度哈。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国建国造呢，是我们就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国防自主的政策，那也是就是小英总统以来一直在努力推的。其实，在国建国造的过程中，一直以来有非常多的波折，很多每次都有非常多的讨论啊，都讨论说可能有什么内部的力量呢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次到了第4次海测，那其实国防部长顾立雄也出来说得很清楚，就是目前遇到了可能一些状况需要去克服的。那我觉得当然是安全第一，遇到要克服的事情需要停下来好好来克服，那当然是花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建造这个国造潜舰，所以遇到各种的问题，例如说它技术非常的复杂，因为潜舰它其实是在它有气密的问题，空间又有限。它其实相较之下就是一个比较需要高度技术、国际技术来整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必须要给潜舰更多的一些时间，在我们台湾的国防自主上面。其实除了潜舰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像是之前的国防展、无人机还有无人船上面、无人载具上面，其实我们目前呢有了一定的成果。像我们一艘无人船呢，奋进魔鬼鱼号呢，其实也过了美国的就是一个认证。那我们呢，在这个潜舰上面，它这个技术是更加的复杂，需要更加的需要统合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是大家在一起给这个潜舰更多的时间。那当然，如果无法如期的交船，台船你当然是合约怎么走，我觉得就照走。那我觉得国防部你能够说多少，就让大家来了解，而不是我觉得因为目前国防部顾立雄的说法也是有一点的保守啦，只想说可能遇到一些挑战。那如果有一些可以让大家知道没有涉及秘密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好好的说明。这潜舰国造的问题啊，我觉得到今天呢，面对到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啊，就要还这个马文君委员一个公道哈。在当初这个立法院就审这个潜舰国造的这个相关的预算的时候，刚才孟华委员提到说，哎，现在开议了，我们可以直播啊等等。当时就为了审这个预算，然后是秘密会议嘛，然后就为了这个马文君委员他看了这个预算或打了这个电话。被民进党铺天盖地的这样子弄，然后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包括他的这个选举，包括他选立委，
啊，然后到被大罢免的时候，都还在拿这个潜舰国造的这个问题呢来打击这个马文君。但是马文君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所坚持的几个时节点，我想赵先都非常的清楚。那时候蔡英文就为了赶着在蔡英文卸任之前的时候，因为潜舰国造这个海鲲号是他一个任内一个很大的一个政绩嘛哈，所以干下水哈，就是我这个滑稽的不得了哈，这个是这个国际的海军史上呢，没有一个这种干下水这个典礼的哈。然后当时呢，马文君就提出来，它里面的很多的系统有问题。然后呢，军方呢是如何发动啊？就是军方呢，黄曙光系统等等，他们如何发动？还有民进党的委员来攻击这个马文君。那我们现在看到啊，潜舰国造它已经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黄曙光所代表的一个系统。跟现在的海军总司令唐华啊，他们所代表的系统，以及呢前海军出身的总司令李喜明啊等等，他们对于潜舰国造呢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问题是说呢，现在呢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之后呢，你难道要废案吗？你不可能废案啊。但是问题是再怎么走下去呢？就说黄曙光呢，他在主导这个潜舰国造期间，当然传出了很多的这个风声。那就他个人来讲，他觉得他的这个账户呢已经被清查了3次以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蔡英文呢才放心的把这个交给他。可是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相信的一些人，他所主导的一些方向，跟海军所要求的一些的方向和海军不同系统的要求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这个唐华上来之后呢，把这个潜舰国造呢拿回到海军的手上的时候，黄曙光这一系统的人可以说是就失去了对于海鲲号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权利之后，然后各种流言就出来了哈。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就是潜舰国造的这个建案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第1名陈永康将军他的任内的时候所建案的。所以说呢，陈将军呢最有资格啊，然后最有专业的这个程度，来对现阶段的这个海鲲号呢，真的是要进行一个很详细的体检，就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陈将军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提出来，就说我们的系统整合上面呢有很大的问题啊，海鲲号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呢要给这个要寻求美军方面的协助？总之呢，对于国防，在这个立法院来讲，我觉得国民党呢，当时呢非常成功的啊，就是守住了海鲲号的预算，就是这一条舰还没有下水成功服役之前的时候，后续舰不能够再造了。那现在呢，就是要好好的检讨这个时刻，就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当然造潜舰不容易了哈，跟这个水面上舰不同了，而且我们的确就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很困难的，很复杂啦，因为美国也不帮你。而且美国现在不做这个柴油式的潜舰，它只做这个核子动力的哈，所以你要买这些武器啊，从这边买一点，从那边买一点，一下韩国来给你顾问，一下荷兰来给你顾问，从这边买，这个整合的确是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希望它能做好了，可是呢，中间显然是有问题。我们看这个黄增辉前舰长讲，他说9月应该完成海试，10月要交船，现在停在港里超过20天，也没有再出海。那当时呢，第3次回到海测完了，回到干的屋维修16天，这个很奇怪啊，所以问题很大嘛。因为你照理讲，你从外海进来到港里面，在港里修就好了，为什么还回到这个干屋上面呢？就像我们人对不对？本来要看个这个门诊就好了，还非要到手术室躺在那个床上加护病房，然后就搞了61天哦，然后现在也不出海，到底问题是什么？本来可以靠码头就解决，你还要回到干屋，干屋就是不是在港里面，回到屋里面的是干的，懂吗？在干的话比较好检修嘛，上下，你在港里面有些比较难检修嘛。你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国防部老实告诉我们吧，你的困难我们也了解，我们不会责怪你的，但是总要把问题摊出来让大家知道嘛。接下来再回来。美国农业部次长来台湾，哦，然后呢也见了我们赖总统，哦，宣布台湾凤梨可以外销美国市场。我觉得他一定想哦，你来吧，我根本不怕你。我告诉你，我有什么都 pineapple 在夏威夷，对不对？那而且你能卖多少嘛？他并不是对你好，他让你买他的东西，
哦，他只是说哦，好吧，我要你买我们东西，我不能不让你们卖啊，好吧，你凤梨来吧，凤梨来吧，他们都做过调查的。因为我们答应他4年要增加30%的采购量，所以美国农业团说兑现了，你有增加30%吗？1年要7.5%，你有增加吗？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总统有宣布说，未来4年要超过100亿美金的农产品，包括牛肉、黄豆、小麦、玉米哦。那当然，我们农民就有点担心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另外呢，这个美国还说要我们买它的玉米乙醇，什么意思？就玉米可以变成酒精了，它乙醇就是这种酒精嘛。巴西什么他们那个产这些农产品多的地方，他们有，就是说你的汽油里面呢加10%的乙醇，这样的话呢，你每年就节省100亿的油费加上10%所以呢，那汽车引擎要不要跟着调整什么，可能是另外的问题了那农业部说，我们有2种芒果符合美国的要求，要做检查的，一种叫金钻这个凤梨，一种是芒果凤梨。我们金钻很好吃，我们常常都知道金钻。芒果说是一种新的产品我也许吃过，但我不知道那是芒果。但是金钻我知道。那农民就担心保鲜期了，说我们的金钻3个礼拜甚至2个礼拜只有保鲜期，出来就要吃。再久了就有点酒味，有没有？那个凤梨你吃一点酒味就知道已经过了所以不适合长途旅程不过呢，说芒果凤梨研发了20多年，保鲜期可以到3个礼拜，因为船就要走3个礼拜，而且如果再加上什么检疫什么，给你3个礼拜，如果说我们保鲜期3个礼拜，到美国就3个礼拜，你要放到超市去卖耶，再经过这个层层一层一层的下去，就怕对不对？人家买的当天非吃不可对不对？要是放个几天，总是要放所以这种冷链的设施是蛮重要的。其实我认为有了，只是你要不要花钱去做那些设备，冷链船。你看，比如说，像我们在国内中秋节到了送礼物，如果你是叫那个黑猫送那个冷链的，有没有？价钱就贵很多，对，运送的价钱就贵很多那好吧，那现在台美。最后关键了，因为郑丽君我们副院长去没2天回来，真的回来呢，在机场媒体都联访他，到底怎样没讲出个所以然来。怎么到了最后关键期的？那到底美国要求什么呢？也不讲所以呢，记者会开了等于不开所以呢，这个因为中国到2020年禁止我们凤梨去，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呢，我们主要是卖到美国去了我们看一下台湾凤梨。运输带上的凤梨经过蒸汽杀菌，再用食用酸快速消毒，洗完蒸汽浴就能套袋装箱，准备外销出口。如今，美国农业部次长承诺开放台湾凤梨销售到美国，业者乐观其成。台湾业者规划在未来4年采购100亿美元的黄小玉以及美国牛肉农产品，希望借由输入高品质饲料用原物料，加速台湾畜产业生产效率。林德伯格也宣布进一步开放，让台湾凤梨能销售到美国市场，而被问及预估的销美数量。I'm not at this point in any situation to commit to any purchase commitments.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is a private sector driven nation, as Taiwan often operates well in this marketplace. So those deals will come down the road when businesses begin to meet with one another and see what opportunities exist. 林德伯格此行也会晤台湾肉品产业领袖，但未讨论到台湾猪肉可否输美。不过，台湾未来4年将购买10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如何冲击台湾产业呢？与美谈判，台湾积极让利，就看美国有没有被说服。来吃，我觉得我们的高雄大树的凤梨当然特别是金钻非常好吃，所以我们当他告诉说美国采购团说我们的台湾的凤梨可以出口，我们当然非常的高兴特别是我们这个是农业产区，但是大家就会开始翻开过去的一个历史，像我们的金钻凤梨，它的保鲜期就是2个礼拜，但是我们的传奇如果要运出去就起码要3个礼拜，那这个东西怎么办？那过去来说的话，很多进口商就用熏蒸的方法，大家知道那个熏蒸的方法，可是熏蒸也很容易腐烂，也很容易，即使送到日本，其实你经过熏蒸虽然可以保鲜期可以长一点，但是还是很容易烂。那目前有一个解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芒果凤梨嘛。那芒果凤梨它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你把它冷冻完之后回温，你就不会有那个你有没有放到像最近常在那个新加坡发生的，就是我们即使金钻凤梨去，它就会黑心嘛，那个心就是黑的。但是那个芒果凤梨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冷冻完之后再回温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整个鲜度到底是不是有办法有竞争性？其实这个
要来看一看。不过那起码给农民一线的一个生机哦。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每一个人都讲说，真的像上次为了蔡英文的这样子的，想要这样好大喜功，说我们的凤梨哦，因为大陆禁止我们可以卖到这个澳洲去。可是在澳洲，我们用空运的方法，一颗卖400块，所以放在超市的时候呢，很多的那个华侨说，我们真的买了一个爱台国台湾之心啊。不过一颗400块，你说哪有办法？每一个人，我们这边也播80块、100块，对不对？它400块，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然后后来发现说，进口到澳洲去的全部都变成凤梨干，所以就变成是一种像是内宣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我必须要说哦，农产品这种东西可以出去很好，可是远到美国去，它不符合成本的效益，永远都是运费比它的种植费用还要更高。那你更不要去讲说我们现在美国，我们到陈继俊到美国去，带着一堆人到美国去，花了要采购的100亿，大家都说你如果带了一群农民去，如果农民是自己要去采购，他们会精打细算。怎么会是政府带头去采购？然后呢，美国就是一堆人要来推销，他们要来推销他们的肉品到我们台湾过来，那就变成说我们带人去美国赚钱，所以大家就想说，农业部应该搞定他自己的位置，你应该带农民去国外去赚美国人的钱、日本人的钱，而不是让外国人带到我们台湾来，彼此交易完之后把我们台湾人赚走。所以这怎么打算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还是要强调。农产品如果出口到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地方，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先进的冷链问题，这也是我们政府叫了老半天，从以前到现在，只要发生事情，我们就说我们要建构我们的好的冷链，但是冷链系统到目前为止，对不起，还是没有办法。你冷链系统没有办法建构好，2个礼拜的保鲜期，即使跟你延迟到3个礼拜，你到国外去还是没有办法去整理。这个东西就是农业部没有告诉我们的，真的是最残酷的事实。对我们的农业的权益来说的话，我真的觉得还是要力守。别人进到我们进口来，会不会损害到我们农民的权益？我觉得是政府才是应该把关的。就我们农业部长带去的都是买人家的东西，人家农业部带来都是要卖我们东西的，对啊，差别蛮大的。来，曼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虽然呢，目前那些我们说要花4年100亿美元来采购这些大宗的产品，但是我们其实看了2024年呢进口的数据就可以知道，像美国的牛肉呢，在2024年占了18.3%，黄豆占了12.8%，然后玉米占了10.9%。那像黄豆或玉米啊等等的，有一些都是要做饲料为主的，所以其实呢，尤其是以黄豆跟玉米来说，都是依赖美国进口的。所以之前呢就有人带风向说啊，什么就是政府要来采购4年花了100亿美元。跟美国买农产品，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太过了，是我们的业者去依我们本来就有的需求，再买这100亿的美元呢。其实这些东西呢，原本呢，在我们跟美国进口来说就是大宗。那我们其实看回来，就是凤梨销美国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呢，政府在推动凤梨呢去外销，已经是一个非常主要一直在做的事情呢，也不是一触可成的，就花了5年的时间努力的谈判，在检疫啊或技术协商等等问题上面，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做。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2021年禁止我们金钻凤梨进口之后，到目前都还没有恢复，所以美国呢同意呢，是不是要来跟中国有个较劲的意思呢？我觉得这也蛮值得玩味的。那其实，在美国吃的他们的凤梨都是比较偏酸的口味，那我们知道台湾的凤梨其实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们真的克服了相关冷链的技术呢，到美国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凤梨呢是有一定的竞争力。那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业者啊，可以跟台湾在美国的手摇饮来合作啦，让美国的饮食习惯可以来改变，而不是把凤梨可能加在披萨上面比较多，那让我们台湾的好吃的甜的凤梨让美国人来品尝。接下来再回来。